川普有幾點我覺得說的不太好，至少跟他過去立場呢，或者跟美國過去一貫立場呢是有點背離的。川普有講說，習近平說台灣有人想獨立呢，所以就有戰爭，就是假議題啊。那當然，後來盧比歐接受採訪說的比較好，他說啊，這個中共想用公投的方法拿台灣，這樣他就不用打仗等等，他等於幫川普補了個漏洞嘛，然後算補回來了。那麼也就是直接跟間接告訴大家說，啊，我們對台灣政策沒有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國城。大家都知道啊，眾所矚目的川習會。這個在5月12號到5月15號呢，在北京舉行了。那雖然呢，這個雙方都表示這個會談呢是有成效的之後呢發布的新聞跟這個文件呢也都算非常正面並且宣稱呢確立了雙邊關係的新定位。但是呢，在最根本的結構性問題上呢，其實呢沒有什麼重大突破，所以呢也沒有這個什麼宣言啦這個聯合新聞公報啦，這些東西都沒有。那麼當然呢，這中間川普跟習近平的表現也是外界呢密切關注的所以呢，關於這一次這個從2017年來第一次這個美國總統到了這個北京這個跟這個中國領導人的這個高峰會這個全世界非常矚目。我們特別請到國際關係的最權威兩岸問題專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明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謝謝老師。那這個川習會剛結束了當然可能今年還會再會了對，但是呢聽說會4次吧但是不管怎麼樣，這第一次還是非常受到重視。那可是有人說呢，好像熱鬧有餘但是共識不足尤其是呢也沒有出現所謂第4公報那很多人就好像鬆了一口氣覺得好像還不錯。那這個想先請教老師說，這次峰會呢就看得到的結論還是類似結論的東西有哪些？是有一些了，因為當然就剛剛你說的這個熱鬧有餘，但共識不足。雖說共識不足，應該這樣說吧，就是你剛剛說的比較根本的結構性的問題呢，沒有什麼重大突破。小的地方呢，有一些這樣說吧，有一些進退啊等等，那是難免的了。我想第一個比較大的突破，我說可以叫做是口號式的東西，應該叫做雙方關係的新定位。其實這個新定位也沒什麼了不起，把它叫做什麼？他們把它叫做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是，這個比較像是一個口號。用美國人的話來說，它比較像一個護欄，就是幫雙邊關係設個護欄。也就是我們這個有護欄在這邊守住之後呢，我們不會翻車，不會掉下懸崖去。但是坦白說，跟過去來說沒有什麼太多差異。唯一如果說有一點點，就是說雙方現在又最高元首坐下通話了坐下講話了，然後彼此摸了底了，對對方有一些了解了，有些問題稍微可以預測一點點了，大概就是這樣。這是第一個。第二就是這次川普去了之後呢，他又邀請習近平呢，你9月下旬呢再來美國訪問一次，所以這個現在算是確定的。這第二件事情。第三，當然大家看見川普帶了一個非常豪華的這個經貿團過去，大概美國最有錢的頂尖的30個人都過去了各行各業都過去了，包括什麼馬斯克啦、庫克啦、黃仁勳啦什麼等等都去了。但坦白說，你如果仔細看他們正打的東西呢，有了，但是還是有限的。第一個就是說，川普在飛機上講了說你看。他們現在買我們的波音飛機了，要買200架。原來說買500架了，現在說買200架，但是川普還是顯得很高興。然後又說要買一些零件什麼引擎什麼之類的。中共吹噓他的 C919 吹了幾年了，然後前一陣子說試飛了，很多人感動到都哭起來了。現在還跟你講說我要去買美國飛機，然後還要去買一大堆引擎，而且 C919 現在看起來國內也沒有太多訂單。所以明白告訴大家，這 C919 是不成功的，還是得依賴美國。所以川普當然也很高興。第一個，第二就是買一些農產品，這個中共是準備好的了，買一些大豆啦、玉米啦，然後什麼小麥之類的這些，對你的選票有幫助。我現在這樣說了啦，買不買什麼，到時候再去看情況，因為到時候這個東西對你的選舉是有幫助的。如果中共認為你其中選舉選得好，對我有幫助，那我幫你吧。
如果中國認為我幫你參議或眾議院搞掉一個或搞掉兩個，你川普對我傷害就比較小的話，那我毫不猶豫會搞你。所以這頓我們還得看，這頓還不要那麼高興，川普還不能那麼高興。再一個就是比較具體的，成立一個叫做貿易委員會，雙方對於我們關稅後面怎麼打啦，然後有什麼關稅或什麼貿易爭執呢，有一個平台呢可以去討論。再一個也就是重複的，比如說雙方共同約定，就是再進行對芬太尼的打擊，芬太尼的前導這些什麼原料什麼進行打擊，這是沒什麼了不起的。然後再來就是科技跟晶片的方面的這個管制。現在當然在會場上面或者在會議上面呢，好像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但是在會前呢跟會議期間呢，美國方面宣布就對中國大陸的10家企業呢，好像做一些放鬆，然後你們可以買多少片啊？好像每一家買7.5萬片什麼等等之類的這種東西，然後可以買這個經過調整的或者是降等的輝達的H200晶片，雖然中共還沒有說要買什麼之類的，所以這些大概就是比較算是具體的吧。所以你要算算看，其實沒什麼很了不起的事情。比較令人驚訝就是川普在訪問的時候居然講，我們這次沒有談到關稅，是這個是比較驚訝的。大概這個我猜什麼呢？大概因為很快現在是5月了嘛，5月中嘛，大概6、7月開始呢，美國對中共呢，它的貿易審查呢，跟那關稅那個審查什麼，可能有人新的那個審查行動開始。所以川普大概不想碰觸這議題，那中方大概就是說，我碰起來可能比較尷尬，所以也就沒有提了。那可能這個東西就不會在高峰會上談，大概是留到，比如說圭爾或者說那個貝森特呢，跟何立峰啊，或者跟這個中方代表呢，再詳細談到再說。所以他們如果說7、8月談出什麼東西來，9月份真的習近平去到華盛頓的時候呢，那時候再來宣布什麼事情呢？我看比較可能，大概像這樣。是，我想呢，這個老師分析的非常透徹，就是講經貿方面呢，現在看起來好像比較和諧。好，你這個中方呢答應採購飛機，啊大豆，那美國呢也成立一個什麼貿易委員會啊，這個大家一起開會。我覺得這個就是暗示說，好像去年現在呢，這個川普這個突如其來的這個對等關稅啊，哇，震動全世界。現在啊，相對來講有這個委員會啊，比較。這個共同合作了，好像這樣的事兒可能就出現的可能性就比較低了，不太會這樣。第二個就是像剛才老師提到關稅這件事情呢，川普說沒提到，我想這也是因為他國內這個已經多次的給法院宣布說你這樣單方面宣布是違法的，他也很清楚這個識時務者為俊傑，現在在講這個可能效果也不大了，所以這一塊呢他就不特別再多提了。但是我認為這個經貿問題可能不是外界最關注的。外界最關注呢，可能還是國際政治，比如說這個中東問題啦，烏克蘭戰爭啦，這個川普呢，到底有沒有對習近平這個表達什麼樣的態度呢？那習近平又是怎麼回應呢？是不是也請老師給我們分析一下？這個呢，因為他們發布了的公報各方面呢，他講的比較少，然後川普談到呢，我看到比較多的，也不能算完整哈，比較多的就是他的非常那個聯合專訪。應該這樣說吧，看起來就是他們談了伊朗問題，談了俄烏戰爭，然後談了朝鮮半島，甚至朝鮮半島核武器問題等等。川普的話都比較模糊。伊朗的問題他沒有特別說，大概是這樣子吧。他說，哎，這問題我們有很大的共識，我跟習近平都同意說伊朗不能有核子武器，然後荷姆茲海峽開放。這我們過去分析過，我們說。核武器呢，對中共來說呢，你伊朗有跟沒有呢？當然有的話，對地區的這個影響會比較大。但是如果說美方跟以色列這麼堅持，那中共也很難力挺伊朗有核武器。而且這個有點像是，我若同意的話，我就變眾矢之的，我也沒有必要做這事情。但是我雖然不支持伊朗的核武，我在別的地方支持伊朗呢，還是沒問題的。是，但是對中共來說呢，我雖然支持伊朗，但我不希望荷姆茲海峽關閉，是因為這對我來說太重要了。不但石油跟天然氣要從這邊出來，
很多的化工原料這邊出來，那我也有都要運進去。那如果不能進出，對我中國大陸經貿打擊太大了，這個我受不了。所以這個地方有共識呢，我覺得是可以想象的。川普在訪問當中，當然談到了俄烏戰爭，談到朝鮮半島，他對俄烏戰爭沒有講太多。朝鮮半島還說啊，這個金正恩一直是很尊重我們的什麼等等，這種話比較像是表面的話，所以也看不到什麼具體的東西。因為如果要具體的話，就是有2點嘛。第一，你這個北韓，你是不是繼續支持俄烏戰爭嘛？是。你是不是投入人力物力？你要不要撤回來？第二就是這個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問題，那我們怎麼處理？所以這幾個是比較急迫的。那這些看起来，不過至少我不曉得具體談到什麼程度，因為我們沒有更多資訊。但是至少這樣說，如果有什麼東西的話，川普人會拿出來誇耀。是，他沒有拿出來誇耀，比如說可能沒談出什麼東西來。最後就是你剛剛說的人權問題，當然大家都關切說黎智英啊，或者說那個牧師的問題。川普說我有提，但是習近平說恐怕很困難。那人家說恐怕很困難，你就不追下去了嗎？那你不就等於就默認他了嗎？所以這個地方呢，我覺得川普可能會引人詬病的。這些當然不是大家對這次會談呢期望最高的話題。但是，既然是兩大國在談這事情的時候，你好歹呢要有比較具體的答案出來。現在除了伊朗那2件事情之外，其他好像都不太樂觀，所以我覺得很多人會對這次會議覺得失望了。我覺得可以理解了。是，所以我想老師剛才提到一個重點，就是這個人權問題呢，這個提了，那希望能夠釋放黎智英，但是。是被習近平回絕了。我認為這個無論如何呢，這個是對這個美國的一個打擊啊，就是你事先可能也沒談好，或者是沒有什麼有力的籌碼啊，就逼迫習近平接受。而且更重要的，我個人覺得，人權議題呢，本來就是自由世界對美國來講，本來就是一個有用的牌嘛。因為你說人權也好，自由也好，社會發展也好，這個怎麼樣，美國還是具有優勢嘛。用這個地方。去要求中國說你在什麼地方必須讓步啊，降低對人民的控制啊，等等等等，我認為這個一定是還是說得出口的，但是好像就沒有太多的發揮。比如說言論自由了，或者說上網自由等等，你這提都可以啊，是，你可以当做牌來打，当做籌碼來用。可是現在很明顯，你看到它沒有用，是，或至少用的話呢，但是有點軟弱無力，那我覺得這個就可惜了啦。是，而且像朝鮮半島無核那個本來。早在近20年前6方會談就已經談了，中國的立場也不是希望朝鮮有核嘛，所以換句話說，這件事情就談跟沒談一樣，反正本來他們就中國就不支持其他國家有核嘛，所以然後呢，這個中國是不是支持伊朗？我看最近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就是接受訪問了，他就講得很清楚，他說中國就支持伊朗，但是多餘的他就不能再談，所以代表說這。很清楚嘛，那以色列情報說有，那基本大概就是有了這個，而且美國也會知道，美國也會知道這個東西，因為它雙方一定是共享情報的，毫無疑問。是，所以這塊也沒有花費多的時間去這個給中國一個下馬威或施壓。我認為這的確是像老師講的可惜了。那當然呢，在台灣的立場來講，我們最關切的就是台灣議題了。那這個也請老師看看說這個台灣議題呢，您的評價怎麼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這樣哈，它其實。可以談的空間蠻多的，那我們今天大概只能先開頭談一下。大家比較擔心就是講說這個第4公報啊什麼等等。對了，這個我知道大家都關心，然後現在沒有了第4公報，或者沒有簽第4公報呢，大家似乎鬆了一口氣。但我覺得很大問題就是，雖然沒有第4公報，但是從川普事後接受採訪啊，那些公開講話裡面呢，我覺得川普的立場跟他原來之前呢見習近平之前呢那個立場是有點鬆動的。我不能說就是完全被習近平說服了什麼等等，但至少習近平說的話他聽進去一些了，然後的確受到一些影響。當然我們曉得了，這個習近平一開頭那就把這個台灣牌拿出來打，說什麼台灣問題是美中關係最重要的問題，處理好就怎麼樣，處理不好就怎麼樣。這個
他幾乎是直接是戰爭威脅，是幾乎直接是戰爭威脅。以川普過去個性來說，他應該是強力回擊的，是他居然沒有說什麼東西，然後說什麼台獨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你如果換的是雷根的話，雷根會很客氣說，那共產主義跟世界和平可能更水火不容。是，那這樣講話，我輕輕鬆鬆的講兩句，我吃兩顆糖果，那你哪有一點辦法都沒有？你美國總統說的話，你完全沒辦法反駁的。然後又說什麼維護台海和平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是公約數，但現在誰可能破壞和平呢？你可以點出來呀，是，你可以點出來。你即便不用這個疾言厲色講，你點一點也沒有關係。不過看起來就像我們剛剛所說的，川普似乎並沒有做這件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很可惜。但我覺得我不能說擔心，但我注意到就是川普有幾點，我覺得說的不太好。至少跟他過去立場呢，或者跟美國過去一貫立場呢，是有點背離的。第一個就是他說，習近平不想針對台灣發動戰爭，一直習近平愛好和平，這句話不完全正確啊，對不對？我們都非常清楚。這麼多年來，除了老蔣總統都是想反攻大陸之外，後面從經國先生開始到現在一路這麼幾個總統，有哪一個總統在台灣海峽想要發動戰爭啊？沒有啊，沒有啊。那這麼多年來想發動戰爭誰呢？是中共啊。所以習近平知道川普不喜歡戰爭，害怕戰爭，然後他說些甜話給你聽，那你就聽下去了。我們常講，我說最愛好和平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如果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拿到他要的東西，他為什麼要打仗？是。希特勒當時拿奧地利拿什麼都是這樣拿的，到最後才要去動兵啊。那當然，後來盧比歐接受採訪說的比較好，他說啊，這個中共想用公投的方法拿台灣，這樣他就不用打仗等等，他等於幫川普補了個漏洞了，然後算補回來了。那麼也就是直接跟間接告訴大家說，啊，我們對台灣政策沒有變。不過川普作為總統，你那樣講話，大家就會擔心嘛。這是我覺得第一個我有點就注意到的地方。第二就是川普又講說，習近平說台灣有人想獨立呢，所以就有戰爭，就是假議題啊。中共這麼多年來，我們講說拿反台獨做國家大戰略，對內部動員老百姓，對台灣呢分裂台灣。然後在國際上呢，我拿來當做一個打台灣的借口，然後變成綁你手腳的借口。而川普這樣講，似乎就多少接受了，雖然他沒有很強烈接受，但他這樣去重複他的話呢，這就不妥當。所以我就剛剛講，我說川普應該講說，不是吧？應該是你想打台灣，所以才會這樣子。而且這麼幾次搞台海危機都是你發動的嘛。那我還是來救火，我不來救火的話，那就打仗了。是，那你這樣講話，而且你這樣講話，習近平敢反駁你嗎？不敢啊，對不對？所以我覺得川普是大概心中隱隱約約覺得我有求於習近平，所以講話軟了，這有點可惜。話又說回來，川普站在民主國家領袖角度來說，台灣人講台獨有什麼關係啊？我美國有人講獨立啊，夏威夷不一定有人講獨立嗎？是。那憲法允許啊，只要他不訴諸暴力，什麼是可以這樣講的？那你為什麼怪他？是，那你們就是一個不民主，所以你們才會這樣子。所以你這樣去，等於是間接的罵台獨，你等於就中了中共的認知戰了嘛？是。那麼也就是說，這個我覺得真的不是太高明。那所以這些呢，我覺得川普如果事先他們的準備工作再詳細一點，然後預想說中國會怎麼說呢，然後做好些說帖，甚至給他個小本本呢，是那時候拿出來念一下了都比較好。因為我記得美方很多官員後來講，他說我講的東西我都可以這樣侃侃而談，一碰到台灣問題，我就低下頭一個字一個這樣念，是這樣是對的，是這樣對，這樣就是說你確保你的官方的底線呢，這個沒有偏離，然後沒有給任何這種可以詮釋空間。當然了，我曉得要這樣說，第一呢，我們也注意到後來川普這回來之後呢，美國的民主黨呢也發了聲明，然後指責說川普對於美國有利些議題呢沒有好好推進，比如說對於中共的不公平貿易的問題，
你沒有嚴厲譴責，然後沒有怎麼樣，然後對中共的這些對地區的、對台灣的，甚至對美國的軍事威脅，你沒有強力反應。就像剛剛講說，中共的戰爭威脅你，你怎麼回應這麼軟弱？這第一塊。第二，民主黨的一個議題就是注重人權。那麼人權問題呢，你顯然也沒有很有力的去講。這個原來一直是美國對中共談判的一個強項啊，是你沒有好好用這張牌。這第二個。第三個就是這個美國的科技跟經濟各方面呢，領先中國大陸。那你有沒有具體的作為捍衛這領先，甚至推進這領先呢？是我們好像沒有看到。再一個就是台灣的問題，中共這樣講台灣問題的時候，你沒有積極的強硬的反駁，然後沒有把美國的一中政策講清楚。我有什麼6個保證啦，然後有這個3個公報啦，我還有台灣關係法啦，這東西你拿出來講一下，相信大家對於你川普的立場會更堅定，更相信你吧。所以這些比方說，要麼就是沒有準備好，要麼就是川普臨時呢可能真的這個被統戰了。所以對於台灣問題呢，我覺得他更應該積極表態，這個比較關鍵的。另外像伊朗跟俄羅斯問題呢，就像我剛講的，我們現在知道的有限，但是民主黨對他有批評呢，我不知道民主黨看到了什麼東西。所以當然這樣講了，在過去這麼多年來呢，我們的確看到說美國總統在這些重大問題上是有說錯話的，這都不奇怪。小布希上台就說，人家問他說，如果中共打台灣呢，我會竭盡所能的保衛台灣。後來他點幕僚剛說，總統你講錯了，你明天要修改過來，他明天改過來後，我們積極的幫助台灣人民捍衛他們自己。然後這個就回到美國人的立場，所以對小布希總統講錯過話。那雷根簽了那個817公報之後，也有很多人說你出賣了台灣。他說我沒有出賣台灣。大家講了半天最後聽懂了，所以給了6項保證，這都是美國總統說錯話或做錯事之後的這個亡羊補牢之舉。那這次當然你說川普這個話，你說很嚴重嗎？也還沒有那麼嚴重，但你說不嚴重嘛？他的確也留下了一些縫隙出來，或是怎麼說呢？留下一些缺口呢，讓中共可以利用。可以將計就計利用，然後可以攻進來，甚至可以擴大戰果。所以你看到現在台灣就很多人在講這些事情啊，就拿這個來打認知戰，然後說你看美國放棄台灣啦，美國怎麼樣，其實不太會改變。這個我們反正下次有機會還可以詳細談。我不認為說川普這樣講完話之後，美國對中共或者台灣政策有根本的改變，這應該是一次話語的這些不完整。那最多是這樣，所以我們看後續吧。當然，後來我覺得民主黨是將軍這個川普了，就說你要重建我們的信心很簡單啊，你立刻這個批准對台灣軍售。的確，你如果川普批准對台軍售，然後不打折扣的話，大家就說那沒問題，我們相信你。是你如果拖延一下的話，那就很難說了。但川普又說，我又想拿台灣軍售當做一個bargaining chip， 或者說一個談判籌碼，意思就是中共答應我買這東西了，然後他買不買？如果一段時間不買的話，我就批准台灣軍售。我不一定一次批准，我一次批准批這樣子批准來。那這樣子已經給中共一個印象，就是原來軍售是可談判的，對不對？這到底不是件好事情。但是應該這樣說了，我不認為川普最後會完全取消軍售，我不認為如此。我也不認為他要打太大的折扣，他要打一些折扣，大概這邊減少一點，那邊減少一點點，但是根本的架構不會改變，因為川普不會糊塗到那種地步，而且他的團隊也沒有糊塗到那種地步，他們會看見台灣對美國安全重要性是不可或缺，所以即便川普在一時言語上面或者現場表現差了一點點，他們今天有4次會面嘛，這是第一次，看後面3次他怎麼扳回來。當然就是這種東西啊，雙方攻防，你來我往，你來我往。這次川普回去之後呢，一定大家會聽他說Mr. President， 你有些話講得不太周全啊，你下次應該這樣講。那川普可能就改過來。
甚至他們會寫個小本本給他。那這個問題下次你照着念啊，川普說你照着念，我們看看吧。他反正還有3次嘛。是，我想老師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點，我個人的觀察是，其實中國大陸現在裡頭問題很多的，它經濟也下行啊，然後群體事件也就是很多，社會動盪啊，社會動盪，然後你的這個接班問題，高層這些問題，我認為啊，美國當局如果說做好準備，就是多跟習近平去質疑也好，去討論也好，去諷刺他也好，我認為這個都比現在這個狀況，我覺得要來得好很多。對，就算是說你美國希望這個跟中國做生意，希望你買飛機啊，買大豆啊，老實說，我個人觀察，中國共產黨，你跟他講好的，他不一定聽的。但是呢，你現在如果拿出一些硬的，我覺得對這個共產黨來說呢，可能相對來講還比較管用。當然是啊，共產黨向來是認理不認理嘛。我們過去講過多次啊。共產黨什麼時候表現出來？我求你啊，從來沒有。是我用壓的來求你啊。是這次就是這樣子啊。明明我希望說恢復交流，希望你這解除制裁，希望你這個解除對荷姆茲海峽封鎖等等，我不求你啊，我用壓的。然後他一開始就設定議題，他把台灣議題當作一個談判的一個前提，所以川普就被套住了。當然就是沒有套到第4公報了，這算是一個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剛剛講說那些言語上那些交鋒呢，很明顯川普是沒有占到上風的，這是毫無疑問。不過我剛剛說吧，看看川普學習能力有多強，然後看他的身邊團隊呢是不是能夠提醒他，讓他醒悟過來。我還是覺得這次在言辭交鋒上，川普是有點落了下風，我是這樣看的。因為譬如說之前呢，我記得這個拜登時代，比如說布林肯啊這些人去。他就說：“你新疆問題怎麼不解決啊？是，你這個人權問題啊，集中營問題啦，這個血汗或者說你的棉花問題訊息封鎖啦，然後你這個都不讓老百姓上網啊，什麼等等之類的，這都可以講的呀，太多了，太多了。而且我記得以前就是在這種高層互訪之前這個美國國會甚至國務院呢，就會找那些在這個美國的這些華人，這些這個民運團體當然這些人可能。”這邊可能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但是呢，你就從這邊搜集，你整理起來就是一個很好的清單嘛，就這麼簡單。你誰在中國你主張了什麼東西，就又給這個鎮壓了，又給跟監了然後你這個香港啊、西藏啦，這個新疆這個人權只有越來越壞，你應該拿這個出來說嘛。別的不要說，你美國人這次整個團進入中國大陸呢。大家都帶個乾淨手機進去，除了那個馬斯克之外，然後離開中國大陸的時候呢，旁邊有一個垃圾桶，你要上空軍號，大家都把這中國大陸給的所有電子產品全部都丟掉，這已經很清楚的了，你就可以事先就可以先做這件事情。這樣說完之後，你可能是怕難看，但是你就是在難看、在壓迫情況下，你才可能得到你要的東西。我再說一次，共產黨是認理不認理的。是你只要很明顯表現出你是居高臨下，你真的是很有力量的去講話，共產黨反而會讓步。你先去求他呢，反而得不到你要的東西。所以這個是一個談判策略，這也就是怎麼說呢？大國互動當中呢，一個招數高低呢，這個看得出來的了。所以這個蠻關鍵的。是，而且。這次我的觀察是說，這個習近平呢，覺得北京是他的主場，所以這個國宴他的第一個樂曲放的是這個榆林小曲這就代表說你來的是我的中國，習某人的中國，因為榆林是陝北嘛，這個陝北就是這個中國共產黨延安根據地的這個起家的地方，是紅色中國的代表。然後習近平自己呢，梁家河也是陝西，然後這個自己的他的官方的籍貫標的是陝西富平嘛，這種。很細膩的設計呢，我認為，其實呢，我們就看看說這個習近平往訪美國的時候呢，美國有沒有辦法，給他一些這個下馬威也好，還是給他一些教育？因為我記得以前呢，就曾經說，這個鄧小平去美國的時候呢，當時就安排說，你去看這些什麼自由女神啦，這些相關的這些工業啦、民主啦這類的東西。就這點，我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往來，凸顯這個自身的優勢，我覺得是很重要。這就是我們說的靜默外交嘛，也就是你發出一個訊號出來，然後你要給人家什麼東西。我猜這樣中方這是做了很細膩的準備，剛剛講說榆林小曲啊，這樣那什麼，給你看天壇啊。尼克森當時說了一句話，因為他不是跟美國跟中國方面也是互動嘛，雙方都要發訊號，你發你來我，你來我。
他說中方有時候發訊號太細膩，我們美國的眼睛太粗糙，沒有看懂，沒有看見，也沒有回應。這個，所以會不會這次就翹眉眼做給瞎子看了？那美方沒有看到，也沒看懂，那有可能。那回到你剛說呢，我覺得很有道理。那就看9月份，如果真的習近平回訪的話，美方有什麼設計？你是不是也有什麼訊號你要傳達？然後第一，這個訊號設計的好不好？第二，傳達清楚不清楚？第三呢，是不是能夠產生你要的效果？這個我覺得才很具體。那問題就是看美方怎麼表現吧。是，主要我認為，其實美國跟中國不管怎麼比，社會、經濟各個方面來講，美國沒有示弱，沒有這個說我沒有必要示弱，也沒有必要，這個非常清楚。然後就像之前我記得胡錦濤去美國的時候，就有人這個拉布條，對啊，說你這個就是不民主，你要停止繼續迫害。那老實講，以那個場合，後來中國就有很多謠言說那美方是故意放那人進來的。但當然美方否認了啊。不過那個人舉了這布條，好像也沒有什麼處罰啦什麼。我記得這個記者喊說，胡錦濤老天爺給你時間不多了，好像是這樣，是對不对？對，那對了，那個當然就是那後面有一些爭議，但問題是這個的確是一個不能說是美方設計的，我猜美方不會設計這種事情。但是對中共來說，它的確是一個警訊，所以看這是美方怎麼安排吧。是。還是一樣，我剛講我說，對這種靜默外交的動作也好，語言也好呢，或者說那種場景設計也好呢，看看美方吧。這個我們反正還有差不多3-4個月的時間，是我們拭目以待。而且老師，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說，你9月24號呢，習近平往訪嘛，但是實際上來講，我認為從習近平自己到現在中共黨內，他們可能最擔心的還是內部權力問題。這個老實說啊，即使你現在跟川普呢這個外交博弈呢取得一些上風，但是我認為這些人真正最在意的還是權力問題啊，習近平接班問題，他的健康問題。所以呢，這最後呢，說不定出現了什麼意想不到的結果了。這個接班問題啦什麼，他黨內會不會新的一輪鬥爭啦這些衝突？我想誰都不能說現在是5月到9月的時候他能夠一帆風順，不一定的，真是不一定，真的不一定的。是啊，就好像去年的5月，有說1月的時間會整張又俠，我看這個大概也沒人敢說的這麼徹底吧。沒有錯，沒有錯，是，所以這個可能還是老師常給我們提示的一個問題，就是你這個專制政權就像斯大林一樣，其實他外交也是挺厲害的，對不對？斯大林的外交贏羅斯福，贏丘吉爾，更不要贏蔣介石，這方法次數是多得很，可是最後結果呢，你蘇聯還是解體了。對，沒有錯。所以真正可能還是這個民主自由這個開放政治，我認為最後呢，可能還是勝出的。那當然，那問題就是時間問題而已了。是，好，今天呢非常感謝這個明君正老師呢來到我們節目，對這次川習會呢做出了非常精細的剖析。那當然呢，這個中美之間的這個博弈這個外交呢也不會這麼一次之後呢肯定還有很多的發展。那我們呢會持續的保持關注。那今天呢，謝謝明君老師來到我們節目，謝謝老師，謝謝。好，那今天呢，我們節目就進行到這邊。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歡迎給我們批評指教，然後按讚、分享、訂閱，按下小鈴鐺。我們下次再會。其實我覺得共產黨真的是一營弄小的或者是什麼，其實它裡頭，習近平就算在那個現場說服了川普，統戰了川普，可是我認為他回去還是想說，這裡面這些人還有一點呢，現在這個言語交鋒的時候呢，川普好像是沒有占到上風。回去之後呢，他的幕僚跟他講呢，川普可能會生氣，為什麼？他騙我了，他騙我，他耍我了。然後川普甚至說，我竟然被他耍了，這個人呢會惱羞成怒了，所以他下次會想辦法可能搬回來。所以這次當然他們如果簽了第4公報，那另當回事。因為沒有簽第4公報，他嘴巴上這樣講一講，中國可能沾沾自喜，但是贏了一場戰鬥呢，可能輸掉一場戰役。我覺得這是一個真正的危險，所以看後面雙方怎麼設計吧。是，而且這個 Rubio 他說，中共希望什麼台灣用公投，我認為可能他嗅到一個訊息，就是雖然現在這個中國呢的武力呢不斷擴張，可是呢
他軍內整肅成這樣，說不定，對，反而呢，這個是懷疑這些人，這個所以最後呢，搞不好還是用和的方式。我認為他有透露出這樣的訊息，對，要不然所有的人都一定覺得說，哎，現在中共的軍力至少看起來比起幾年前是增加很多，所以武統的可能性應該是增加了。結果呢，盧比歐反而說，哎，他這個時候呢還是希望和統，是不是？武統的機會反而變小了，武統發現不太管用，對，這不只是不太管用，就是可能有副作用，是可能有危險，是，所以他講的話，盧比歐的話，我猜應該這樣說吧。現在因為他是第一波，是，你看後面會不會大家在這上面你來我往的時候呢，後面那個你剛剛講的意涵呢，越來越清楚，越來越清楚。如果把那個話說出來的話，那就很難聽了。是，當然這個話可能就是不一定是美國官方說，美國官方可以找智庫或找學者或找什麼專家來說一說也就可以了。那反正把話點出來之後，大家明白了啊，那個效果更大一點。是，而且真的，我認為是中共內部的問題啊，這個21大即將召開，你說這些人到底怎麼安排？這才是習近平真正的心病。這是第一個。反過，我們再往前推進一步，我們都說在11月份，川普有這個期中選舉壓力，你覺得習近平沒有壓力嗎？你覺得，因為他講說，你們再給我一任，那我解決台灣問題，那就2027年到了，台灣問題沒解決，哎，你失敗了。你沒成功，所以你覺得他沒有壓力嗎？他有壓力啊，所以他現在會積極想做點什麼事兒。那如果說美國真的在保衛台灣上面，他再加把勁的話，你習近平壓力不小的呀。是，你不是說等到2027年10到11月份，你看21大才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東西得在前面少說1年就得解決。所以快到今年2026年的這個年底前，你得做出點什麼事兒出來。那你覺得他沒有壓力嗎？我覺得他有壓力的，這個我覺得才是一個問題。是，而且還有個敘事，就是說，哎，你說你還要第4任，那不給你第3任了嗎？反正第3任，照你現在說吧，怎麼越來越腐敗呢？越來越腐敗，經濟也變差了，社會當了村呢。军委副主席都腐敗了，這怎麼給你第3任反而越來越腐敗了？這些人都是你挑的，是，都是你挑的，不是我們挑的，是你挑的。你親自面試啊，親自拔擢上來的，還優秀到從這個東部戰區司令員一下爬到軍委副主席，這事兒你都幹了，那結果落到什麼忠誠失節、信仰坍塌，這個我認為哈，傳到民間說這些人，說李尚福啊、魏鳳和這些人糟糕的人哈，恐怕跟說這個習近平糟糕的人，我認為是一樣多的。我有可能說習近平糟糕人會更多。是，你至少世人不明，你搞了半天都是帶病提拔，是，沒有一個什麼身體健康的，沒有一個是身家清白的，那你搞什麼鬼？是，所以我覺得他的壓力也不小，只不過現在外界都被這個宣傳假象迷惑住了，所以沒有抓到那一點。這一點將來我們可以再詳細談一下。是，謝謝老師。好，謝謝，還是老師講的最徹底。